厉鬼冥婚红绳，我反手系在了山神像上。我刚要走，耳边声音响起：“平时不上香，有事找我刚。”路边那条红绳不好看，但它捆着的百元大钞很好看，迷得我走不动道，伸手去捡，却被一串念珠挡住。女施主，切勿贪财。而我的手永远比脑子快。等我回过神来时，自己已经以一个十分刁钻的角度避开了念珠，拿起了钱。中年道人一脸惊愕，他愣愣地看着那挡了个空的右手，茫然和惊愕凝在脸上。清风徐徐，袖袍荡荡，依旧僵在半空。其实钱不钱的无所谓，我主要是喜欢红色显白。施主，这不是寻常的红绳，上面编进了一根死者的头发，捡起便视为同意与之结冥婚。还有这种事儿？那鬼帅吗？说实话，我多少有点颜控。老人眼皮抽了抽，他下意识捻动手里的念珠。阿弥陀佛，是女鬼。原来这是人家的嫁妆，不是聘礼啊！我作势就要放下红绳和钱，那我走。僧人神色缓和了点。施主既然拿了，虽然不是男子，但也已经和那女鬼染上因果。今晚他必定会去找你，上你的身，借你的命。此鬼怨念缠身，戾气冲天，贫僧法力微薄，渡不了他，无奈只能守在这里，防止有人碰红绳。可现在好自为之。安贝贝，快去追啊！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还不让大师帮忙想想办法？只不过是扭头和我说了几句话，他再向街上看去时，人呢？就没了那僧人的踪影。这可怎么办？放心，山人自有妙计。什么妙计？我神秘一笑，拉着陈烟就直奔山神庙。就算你是想要烧香拜佛保平安，也应该去有名气一点的庙吧。这儿有名气的地方还要收门票，况且门庭冷落也挺好，方便办事。办事？我郑重点头，确定周围没有其他人后，上前几步，3下5除2就把红绳系在了山神像上。陈岩瞪大眼睛，满脸都是不懂但大为震撼的神情。我满意的拍了拍手，搞定。耳边突然有道飘渺男声响起：“平时不上香，有事找我刚。”贝贝，你这样确定没问题吗？山神会不会生气啊？生气？我这样好像确实不太好。沉思片刻，还是决定转身。我对着神像就是一抱拳：“有事你先刚，日后来上香。”这个日后是不是不太妥？我明白他的意思，纠结很久，向庙旁边的卖香处走去。经过和老板的一番讨价还价后，用刚捡来的100块中的1块钱买了支香。我将其点燃后插在了香炉里，他自己立在那儿，孤零零颤巍巍。不是，别人上香上1把，你这一支你不懂，心意最重要。你呀，真是守财奴散财命，半斤8两。前2天院长还跟我说你给他打款了。走了走了，天都快要黑了。我轻笑跟上，身后的香忽闪忽灭，散出来的烟有意无意地往山神像的方向飘。要不然今晚我陪你住。方野今天生日，你可不能放人家鸽子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回到家简单洗漱后，我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前半夜确实相安无事，可等到了后半夜，我开始做梦。梦里周遭雾蒙蒙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处散发着些许微弱亮光。走近才发现那是座庙，好像有点眼熟啊。我一拍脑袋，白天刚拜过，可进去后却没有看到本应该坐落在中间的山神像。奇怪，去哪儿了？你是在找我吗？一股淡淡草木香不知什么时候萦绕了四周，猛地转头，这次和白天不同，我看清了那人长身玉立。长身玉立，眉眼精致，好看。你怎么没认出来？你误会了，我是想问，突然在别人耳边说话的这个习惯能不能改改？这样不好。你跑到我庙里，把事儿推给我刚，现在还要跟我计较这个？他的庙，山神烧过香了的。一支香你也好意思说？别的先不提，让我刚就算了，你红绳还系得死结。离得近了才留意到，这人身上的衣衫好像有些破烂凌乱啊。你被那女鬼糟蹋了？糟蹋了？
挺有料，怪不得女鬼爱糟蹋。你说谁背？后面那2个字对这人来说似乎难以出口。顿住后，他怒气更盛。不是你，被霸王硬上弓的绝对不是你！轰！整座山神庙狠狠晃动了一下。我这是和那女鬼打斗打的。近在咫尺的那张神颜暴跳如雷，我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。啊，对，你虽然落了下风，但还是很顽强的护住了自己。住口！不然的话，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对你下手。我识趣。刚和天宫那些老家伙缠斗过，我神力十不存一，再加上有红绳牵制，伤不了那女鬼。要不然我弹指间就能灭了她。你打的死结，真是用心了啊！这不是怕系不紧那红绳跟着我吗？解开死结后，我才堪堪把他困在庙外，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挣脱开。你醒后需立刻给我上香，有香火酝养，我神力才能快速恢复。我下意识捂住了兜，这一动作让面前人双眸微眯。要钱还是要命？要钱。他沉默了半晌，才悠悠开口：“你朋友在庙里也留了气息，难保那女鬼之后不会找上他。怎么称呼？信女诚心上供。”话音刚落，眼前的一切开始崩塌溃散，亲切耳边先是传来了声轻嗤，而后那个声音变得飘渺。无名苍木。我猛地惊醒，缓了一会儿后起身就出门买香。半夜3点，谁家好人去敲白石铺的门啊？老板差点被吓死，好一顿数落后才把香给我。因为理亏，我都没好意思讲价，心痛到无法呼吸，就地蹲在了十字路口。我嘴里念着苍木2个字，点燃一大把香。苍木，苍木。烟雾袅袅升起，片刻之后，空无一人的街道突然变得扭曲虚幻，自己又置身于了庙中。香还是那么劣质。你也没少吸。没等他回话，一旁传出了呜呜的哭声。顺着望去，庙里的墙角处正蹲着个人，说是人也不太恰当，因为他此刻双脚离地，全然是飘着的。你惹上的那女鬼，先前意识完全被怨气掌控，被我打一顿后清醒了。我本来因为神力才恢复2成，烦得不行。他还在这里哭哭啼啼，念在没害过人的份上没给灭了。等会儿就让鬼差来赶紧接走。女鬼一听，勉强止住啜泣。仇人还在逍遥快活，我不要入轮回。也许是害怕苍木，他哀求的眼神落在了我身上。求求你们帮帮我，我有钱的，报仇不是问题。20亿，够吗？他是活人，可花不了因地救币。我知道，不是因地救币，是真实票子。哇，这么多真实票子，妥妥顶级富婆。Girls help girls。苍木原本还要换鬼差，口口声声说因果循环，万事万物自有缘法。我立马表态，伤天害理之事不做，违法乱纪之事不做。有钱后，我日日来给你上供。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用香来解决的，如果有，那就多加2根。果不其然，他开鬼门的动作一顿。对，我不会让大人为难的。我叫杨田，是杨氏集团的独生女。杨氏集团，那个进出口国际贸易公司中的龙头老大。还好啦，除了有点小钱，别的也没那么厉害。很好，看来20亿稳了。3个月前，我爸妈因为一桩生意，连夜赶去外省，谁知道却在途中出了车祸，双亲骤然离世。我根本就接受不了，总觉得其中有蹊跷，多次去找那肇事司机，他偏偏矢口否认，只说当时自己是因为疲劳驾驶才出了事故。可直觉告诉我，他一定有问题。果然，他入狱不久后，就有人在暗地里帮其运作，减轻刑刑。你们知道那人是谁吗？我爸爸的好弟弟，我的嫡亲叔叔。爸妈走后，他主动站了出来，心疼地说要帮助我打理公司事务。我原以为叔叔是我在这世上仅剩不多的亲人了，没想到那其实就是个披着人皮的畜生。杨田双手紧攥，手心里的指甲几近陷进肉里。苍木看他浑身怨气翻涌，抬了抬手，一道玄光闪过后，鬼气消弭，杨田的情绪平复许多。只可惜那时我已经引狼入室，还没来得及将证据交给警方，就被他察觉到了，先一步在我治疗先天心脏病的药物上动了手脚。可红绳的事
都是那王八蛋！我化作厉鬼后，他请了大师，见收不了我，就用冥婚红绳迷我的心智，想要祸水东引，还将我的尸骨镇住，炼成聚财穴，供他一世荣华富贵。你命格贵，只要他请的人有些真本事，自然就会看得出来。杨田懵懂，仓木却是有些诧异的看了过来。我轻咳一声，转移话题。所以，怎样可以帮到你？我想让你们把我的尸骨挖出来，破了那聚财缺，埋骨地就在大人只管的这座山上。仓木蹙起眉，显然对有人在他山上动了这种手脚很是不满。这让我一个妙龄少女大半夜去掘坟，不太好吧？杨田急了，他想来拉我，身形却被定住。老实站着。他们埋我埋得急，手上戴着的金戒指和金首饰都没拿走。不是钱不钱的事，挖尸骨以防万一，我立过遗嘱，连同他和那肇事司机往来的证据一并藏在了头上不起眼的发簪里。把证据递交给警方的人，就可以得到我名下杨氏集团的股份，不多，也就正好值20亿。这条件不错吧？这姑娘太聪明了，看看这七窍玲珑心，她真的，我哭死。匡扶正义，义不容辞。安小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深藏功与名，就离谱。最后我自己都忘了是怎么脱离的梦境，等醒过来时就已经躺在家里的沙发上。不过依稀倒是还能记得，似乎有个宽阔的胸膛让我靠了一路。算仓木有良心，知道把我送回家。要是露宿街头，等被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发现，都得被我和满地的香灰吓够呛。也不知道毒神会有什么后果。什么毒神？人吓人吓死人的，知不知道？我不是人，是神。瞧把你给能的！我白眼翻到一半，敲门声响起。不得不说，同城就是快。昨晚才下的单，一大早快递小哥就把工具送来了。只不过他看我的眼神多少有些古怪。干，说好的保密发货呢？挖坟必备这4个大字清晰的印在上面。快递小哥没有报警，就已经算是见多识广了。把工具分类放好后，我转身就看见仓木正立在客厅的书桌前，他手指在一个相框上点了点。你工作的地方看上去挺体面的，怎么还过得这么拮据？我示意他再看旁边的照片，上面除了有我，有陈烟，还有院长和其他孤儿院的小朋友们。我无父无母，受了恩惠，长大后肯定是要报答的。更何况有高人说过，我天生散财命，挣多少都是留不住的，捐给福利机构还能攒攒功德，多好。仓木那双浅眸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最后又什么都没说。天很快就黑了，等我到山脚时，杨田才现身。白天他出不来，只能等太阳落沙后再出现。大人，贝贝，你们跟着我走就行。2个小时后，我们依旧在山上打转。如果不是身边站着一神一鬼，我还以为遇上鬼打墙了呢。怎么就找不到呢？我记得他们明明给我埋在了2棵树中间的。我看着这满林子郁郁葱葱的树木，忍不住陷入了沉思。真是，美女何苦为难美女？我当机立断，求助仓木。他好歹是这里的山神，感应一具尸骨在何处，还不是轻而易举。或许我可以再想想。还没说完，就被我用食指抵住了嘴。不，你不可以。再这么走下去，坟还没挖，我倒要先把山里的蚊子给喂饱。仓木的眼神在我裸露的小臂处一扫而过，那里星星点点的，已经起了好几个小红包。这是另外的价钱，之后给你全换成最好的老原香，超大根。给他贵了，买大的还不行吗？山神牌导航，贵但好用。不到5分钟，我们就找到了埋骨地。对，是这儿，一高一矮，我就说我没记错。我看他脸上的认真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田啊，你以前自己出过门吗？为什么要自己出门？没有司机吗？哦，原来是路痴啊，那没事了。加油，贝贝，用力，不要怜惜我！呲啦，我手一抖，铲子差点没砸到自己的脚。不是，这话可不心寒啊。
苍木额角的青筋跳了跳，他双眸微眯，仅一眼，杨田就立刻闭上了嘴，甚至因为害怕，开始控制不住地打起嗝来。我的刨地声和他的打嗝声完美的凑成了二重奏，优雅真是太优雅了。直到铲子发出一声沉闷的摩擦声，挖到了！瞬间，一神一鬼都看了过来。我刚要用力把土层挑开，眼前就蓦地多出一团黑影，速度奇快，直冲面门。耳边响起杨田的喊声和风声。等我回过神时，要被搂住。草木香气，争先恐后的往鼻子里钻。苍木衣袖飞开，刚刚窜出来的那团黑影发出一声惨叫，化成了虚无。有没有被伤到？见我摇头，他才松开手。爱财的同时，能不能也顾及一下自己的小命？要是被那尸鼠咬到，你这凡人之躯，不出片刻就会因尸毒攻心而死。细听之下，竟从这话里听出了几分别扭的关怀之意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难得的缩着脖子没有反驳。看什么看？低头！干嘛？你头发乱了。我下意识伸手去摸，没乱啊。草，之前应该骂回去的。我没好气的爬起来，隐约听见他在嘟囔着什么我乱了的之类的。乱不死你。等我扭过头，就看到杨田在捂嘴乐，那笑容简直一言难尽。还笑？赶紧来找你的簪子，20亿可还在土里埋着呢。这两人能不能靠点标？下山时我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发财了。杨田抱着自己的尸骨，有些伤感。看他这样，我都不好意思乐了。这白骨太干瘪，我之前可是36滴呀！我一脸懵，错付了，告辞。苍木明显也看不下去，他一步踏出，径直消失在眼前。明天一早我就去警局，等事情结束后再把你的尸骨厚葬。我象征性的安抚了下杨田，转身去拦出租车。棺材要用金丝楠木，其他的我睡了会过敏。脚一滑，我直接摔进车里。杨家别墅，有人敲响了2楼主卧的房门。滚！先生，方大师来电说山上的坟被人动了。话音刚落，屋内安静了一瞬，紧接着房门被打开，杨天成衣衫不整地走出来，身后还跟着个性感的年轻女孩。你说什么？半个小时后，身穿道袍的中年男人赶到，一见他，杨天成就迎了上去。方大师，我派人去看过，尸骨不见了。这尸鼠死了，那人就是奔着尸骨去的，坟边定还残存着些许气息。别急，我有办法找到他。说完，轻拍袖袍，周围阴气四溢，有只面目狰狞的鬼物从他的袖口飘了出来。回到家后，我小心翼翼地把簪子放好，翘起2郎腿，美滋滋刷起了手机。只不过待着待着，就感觉浑身冷飕飕的。现在可是夏天啊，空调都没开，室内温度却低得像冰窟一样。我搓了搓胳膊，狐疑的从衣柜里搬出了几条毛毯。不管了，快乐第一位。2个小时过去后，人越来越精神，刚想起身倒杯水，耳边突然有个声音阴恻恻地问：“你还睡不睡了？”我心里一惊，这么嘶哑难听，肯定不是苍木。但紧接着，身子就被往旁白一拉，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。你进入换声期了。他嘴角抽了抽，伸手向半空中抓去。下一刻，空空荡荡的地方现出个枯瘦鬼影，全身黑气萦绕。他正满脸怨毒地看着我，苍木眼底泛起冷色，扬手就捏了个法诀，那鬼影瞬间蜷缩成团，脸上的五官狰狞地挤在一起，发癫似的直颤，看着都疼。这怎么有只眼鬼？你懂得挺多，既然认识是免鬼，那也知道他必须得入梦才能勾人魂魄吧？安贝贝，你可以啊，让负责压床的鬼凌晨3点还在看着在床上刷手机的你。真的不怪我，还有4个小时20分钟58秒就要变成富婆了，这谁能睡得着？面鬼足，当然不是被我气死的。那邪道豢养的这鬼物，害过不少人命。当猪。杨家方纯浑身一震，偏头猛地吐出大口鲜血。鬼气反噬，看来是踢到铁板了。大师，这事我管不了了。整个人在虚无之间成了焦炭，追出来的杨天成猝不及防之下没刹住，直接撞上去，那堆焦炭瞬间散落在地。哇哦，真是尸体哇哇凉，骨灰轻飞扬啊！
邪道也当诛。给你点赞。谢谢你的配合。据说杨天成是在机场被逮捕的，他做贼心虚，连夜就想逃往国外避风头。警察抽丝剥茧，真相水落石出，3条人命足够杨天成将牢底坐穿了。还有那个肇事司机也被重判。他们收监的当晚，杨天没在庙里，仓木被我用老檀香哄住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第2天，他才哼着小曲飘了回来。怎么样？可惨了，2人嗷嗷号，狱警气得拿警棍啪啪揍。我什么也没干，就友好的和他们打了声招呼而已。你确定？当然，为了表示友好，我都把头摘下来给他们鞠躬了。牛，一本正经吓死人的天赋型选手啊！事情已经了结，你该入轮回了。如果不是贝贝，我也看不到那2人伏法。我想等到把他送走再投胎。虽然这份心意是好的，但听起来怎么就不太对劲呢？绝无可能。贝贝，拿人手短啊，就让他多留些时日吧。见我帮他说话，杨田嘴角立刻就翘了起来，都没留意到我后面那句小声的嘟囔。总归不会太久的。给你修庙，塑金身。成交。20亿的股份所属权变更，再加上其中充斥着浓烈的豪门恩怨色彩，这件事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榜。电话那头，陈燕发出了土拨鼠叫：“苟富贵，勿相忘，跟着姐换。”女人，你的福报来了。她嘿嘿的笑，说明天就辞职。明天就辞职，帮着我一起交辞证。为了那点钱，还值得跑一趟？你是富婆，听你的。沦陷的不只是她。自那之后，我身边突然冒出了很多追求者，酷帅狼狗、可爱奶狗、深情暖男，各种类型，可谓应有尽有。我只想送姐姐花，不会打扰到姐姐上香的。有的为献殷勤，甚至追着到了山神庙。看看香不香？不香，而且丑。贝贝，你别被那些臭男人拐跑了。我从小身体不好，都没怎么出过远门，交心的朋友就只有你一个。美女含泪，这谁受得了？仓木，养魂木借我用一下。我直接向仓木讨要养魂木，决定带着他和陈嫣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说来也怪，他给的非常痛快。就这样，我们2人一轨，几乎把国内游了个遍，边散心边捐款。我手上的财几乎是在以光速在散出。不知道的，陈嫣看得心惊，还以为你是他怕钱半感慨花不出去半开玩笑。谁成想一语成就，上一秒我还在异域的荧光海滩赤脚漫步，下一秒我就突然晕倒被送进了医院，体内的器官飞速衰竭，各项检查都做了，医生却依旧找不出原因。仅仅1天过去，我就已经起不来床了。贝贝，你好起来吧！我不要什么连锁店，也不要什么一夜暴富，只要你能好起来。这傻姑娘，和我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，自记事起就最依赖我。不过还好，杨氏集团的股份已经偷偷给她留了一部分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说要送你走的，贝贝，都是因为我。得，又一傻姑娘。我刚要开口，病房里就蓦然多了股草木香。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仓木撕裂空间，一步踏出，我费力地抬起手，指向杨天魂体所在处。去吧，此时入轮回，还能和你父母有一世亲缘，下辈子健健康康，诸事顺遂。他泪眼梦钻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但最后只来得及回眸多看我一眼，就被鬼差牵引入鬼门。仓木踱步靠近，他在床前蹲下，好像执拗地想要个回答。我能感受到我体内的生机在快速流逝。你都猜到了，不是吗，小山神？仓木的长睫轻颤，我在意识彻底陷入黑暗前，只看到他薄唇微起。我会去找你。